大家好，我是末端，欢迎来到科技梦星云。之前已经讲了 Open Cloud 它的安装和普通的使用，这期讲一些 Open Cloud 简单实用的玩法，以及一些简单实用的 skills。Open Cloud 就像《山海经》里的葵是独角神兽，一声吼震山河。Open Cloud 也是这样，一个指令下去，啥任务都能给你震开。Open Cloud 的 skills 跟《山海经》里的穷奇是同一个娘生的，不审判你，不问为什么，穷奇只认主人，主人一声令下，活干完了，走人。在这里可以看到它需要升级了，点一下 Update Now， 这样等一会儿就可以升级完毕了。在这个选项卡点一下，它会有2个选项，这个就是 Open Cloud 推荐的 Tube 信道，第二个是你绑定的 Channel 的频道。比如说我绑的就是 Telegram， 之前的更新已经完成了，版本号也变绿了，它会自动刷新，因此你不用担心。这个是我之前讲 Open Cloud 的一个视频，我们把链接复制一下，然后让它帮我总结一下这个视频讲了什么，点击发送。是的，它很快就开始分析这个视频了，需要稍等一会儿，很快就有了结果，基本上是符合这个视频在讲什么的。大体的步骤和命令也都正确，配置也说的基本没有太大的出入，挺不错的，这样无疑大大提高了我们的学习效率啊。你是什么模型？看一下它是什么模型。其实我知道它是 Kimi 2.5 啊，因为就是我设的嘛。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在 Telegram 里面对话的结果和在 Web UI 里面的结果不一样，你需要把信道更换成 Telegram 的信道，这样你就会看到一模一样的结果了，结果确实就是一模一样。也就是说，想要同步结果要选对信道。那如果我想换模型怎么办呢？在 Ollama 的官网里面可以看到这些都是它支持的模型，但是既然用了 Ollama， 当然要先下载这个模型，在模型里找到 Kimi 2.5， 我们以 Kimi 2.5 作为例子，点进去复制这个命令，复制好了以后到终端里面粘贴这个命令，如果用 run 下载以后会直接运行，如果你不想直接运行，就直接把 run 命令改成 pull 命令，这样就好了。我是已经下载了，所以就不再重复下载了。用这个命令看一下我已经下载了些啥，这些是已经下载的模型。我们现在用的是 Kimi 2.5， 如果我们需要转换成 GLM5 应该怎么做呢？应该要输入这样一条命令，然后按回车。好的，命令已经写入配置文件了，现在要重启一下。重启就是用这个命令，稍等一下。在 Web UI 上也可以看到，因为重启的关系，它的健康状态会暂时离线，一会儿重启好了就会变成绿色，这样就重启好了。是的，健康状况又变成绿色了。把信道换成 Tube。在安装 Open Cloud 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 Open Cloud 官方本身推荐的就是这个 Tube 信道， Tube 也是它本身自带的控制台。怎么在终端里进入 Tube 呢？就是用 Open Cloud Tube 这个命令，按回车。我们刚刚更换了模型，现在问一下它是什么模型，这个就已经是在 Tube 的界面里了，可以看到它确实显示了就是我们刚刚更新的 GLM5 的模型。问一下它是否有纹身图的能力，但是应该是没有啊。你可以在 Ollama 的官网上看到这3个云端的模型都不具备有纹身图的模型，因此这个只不过是盲问一下。是的，它确实必须依赖系统上安装的纹身图工具，而且需要 GPU 的支持。另外还给出了几个纹身图模型的选项，虽然它提供了一些在线的选项，但是实际上这些选项并不是免费的。常看我视频的小伙伴知道，我视频主打就是不花钱。与此同时，大家也应该知道豆包本身就具有图像生成的能力，你只需要能够在线 login 进去就行了。那这样的话，我们的生图思路就变成能不能在网页中打开豆包，然后你手动 login 进去以后就有 AI 生图的功能了。因此我们主要要看的就是它能不能打开网页版的豆包，给这样的命令，然后按回车，它已经在跑了，我们看看它能不能打开。
好的，它已经在打开网页版的豆包了，这个完成的很干脆，这样就没什么太大的问题，你只需要手动登录一下，然后继续在这里操作，输入指令，让豆包帮你在线生成图片就可以了。来到终端，我们继续看一下它能不能直接进行截屏，按回车，点击 Allow， 点同意，看上去像是已经在运行。好的，截图已经完成，打开看一下，这个就是刚才的截屏了。顺便说一下之前那个 Node 的设置，如果你是 Mac 的系统，你需要在系统设置里面，在隐私与安全里面找到屏幕和系统声音记录，点开，把 Node 加进去，这样才能够让 OpenCloud 帮你截屏，也就是让 OpenCloud 操作你的系统的功能。因为我是用 NPM 安装的 OpenCloud， 所以要把 Node 加进来。如果你是用 curl 命令安装的 OpenCloud， 就需要把 Terminal 加进来。也就是说，如果你是按 OpenCloud GitHub 的官网推荐的这个方法用 NPM 进行的安装，就要把 Node 加进来。如果你是按照 OpenCloud Doc 推荐的使用的 curl 命令安装的 OpenCloud， 就要把 Terminal 加进来，关掉。另外一个常见的玩法就是定时任务，比如说我们让它收集3个关于 AI 自动化的 GitHub 仓库，总结一下，先做个文档看看，然后呢，每天早上10点准时做一份这样的晨报，按回车，稍等一下，很快啊，这个晨报就做好了，内容是这些，定时任务也已经创建了，保存在这里。这个就是 Mermaid 的图表，如果你觉得命令行里面不好看，可以到 Web UI 里面看，这样更清晰，但是它保存的位置不太好啊。当然了，你是可以设置它要保存到哪里的，就比如说上一个指令我就让它保存到桌面，你是可以指定它保存到哪里的，这样会比较好看，但是这个位置依旧是可以查看的。用这个命令进到 OpenCloud 的 Workspace， 查看一下全部的文档。用这个命令进到 Daily Report， 我们先看一下报告文档是否存在。用这个命令查看一下，这里就可以看到晨报的文档了，它是 Markdown 格式的。用这个命令进到 Script 里面去，我们查看一下 Cron Job 的 Shell 文档是否存在，也确实是存在的。另外还有一个常见的玩法就是内容产生，比如说你可以让 OpenCloud 安装 Remotion， 这是一个基于 React 的视频生成工具，你可以在它的 license 里看到它是 free license 啊，也就是说你自己用肯定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当然用 OpenCloud 结合 Remotion 做视频，非常有可能最后还是会需要用到 FFmpeg 帮助做一下剪辑啊。那另外我们当然也需要知道一下 OpenCloud 能够有多少主代理的并发，也就是多少主任务同时发生，以及有多少子代理的运行，就直接问他一下，他自己就是 OpenCloud， 他自己就会知道。我又问了一下主代理的大概并发数量和子代理的大概并发数量，他这里说的是典型场景的话，主代理可以5到20个，每个主代理可以有2到5个子代理，可以通过 Session List 来查看当前绘画的数量。我们用最保守的计算，也就是主代理最低会有5个，子代理最低会有10个。现在我们来配置一下它的新的一个 skill， 就是我们来创建一个 skill， 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 skill， 就是它是叫做try sc， 它的作用就是输入 sc， 然后让它截屏一下，图片保存到桌面，同时发给 Telegram 机器人。这个就是实验用，按一下回车，稍等一下，很快它就创建了这样一个叫 try sc 的新的技能。我们在它的图形界面里面看一下，点一下 skills， 在 workspace skills 里面，是的，这个技能已经创建了，而且已经是 enable 的状态。他说可以帮我们测试一下，那我们就让它测试一下，按回车，它开始测试了。
似乎有一点问题，他应该是自己在处理这个问题了。好的，他说是已经截屏成功了，但是 Telegram 要从 Telegram 的机器人开始发送，当然也可以去把 Telegram Chat ID 发给他。是的，在本地截图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也就是它可以操作你的操作系统。这个就是截图的结果。关掉图片，我们到 Telegram 里面去输入一下 SC， 看一下会不会启动这个技能。在 Telegram 里面输入 SC 以后，正常启动了这个新的技能，截图已经在这里了。这样大家就可以看到 OpenCloud 自己就可以创建一个新的 skills， 你也可以在它的 skills 的 workspace skills 底下看到这个新创建的 skills。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几个常见的 skills， 点一下这个 building skills， 这个是管理密码用的，翻译一下。这个可以帮助做日程和时间表，这个可以查看博客。那当然首先 Blog Watcher 需要被安装，点一下这个安装按钮，正在安装中，试试看看它能不能帮我们观察博客。看到这一行绿色的字就说明已经安装好了。用这个命令重启一下 OpenCloud， 稍等一下它会再次变绿。这个博客观察员既然安装好了，我们就看一下能不能结合 Cron Job 来使用它，就是帮我们收集 AI 自动化的文章，然后让它定时的发送。总的来讲就是告诉它已经安装了 Blog Watcher， 然后让它给3个比较好的科技员，然后创建一个新的定时任务，每天早上9点自动触发，收集3个热度高的免费 AI 自动化的文章，最后是发给电报机器人，按回车，这样它就开始跑了。很快，关于这个Blog Watcher 的它的 cron job 就已经创建好了。信源的话，好像只有这个配置成功了，工作流也有，到 cron job 里面去看一下。确实，这个定时任务已经存在了。我们直接点一下运行，好像没有什么反应。他说能帮我们测试一下。我们在这里输入一下命令，后面的这个好像已经执行好了，这个执行是有错误啊。我们向下拉，既然有错误，我们就要看一下是什么错误。在这个 Run History 这边，他给出的错误主要是说信源不准确，除了 Hacker News， 其他的2个 OpenAI 的和 Anthropic 的信源都基本上无法得到任何信息啊。另外在 Telegram 上完全没有收到消息，它这里的提示是需要 Chat ID。 我们修改一下这条命令，让它能够同时处理这样的2个问题，一个是信源不可靠，一个是 Chat ID。 根据刚才的这2个错误，给了这样一条建议，一个是给了 Telegram 的 Chat ID， 一个是让它修改消息源。修改好以后立即执行并测试一下，按回车，这样它就开始修改了。 API 调用频繁，目前是处于限制状态，要等一会儿才能够继续，那就只能等一会儿了。好的，在进行了修复之后，状态变成 OK 了，也可以在 Telegram 上看到这样3篇收集的关于免费 AI 自动化的消息，而且它是定时任务，每天早上9点都会执行。消息源 Hacker 保存了，第2个和第3个都已经更新成别的消息源了，状态是 OK。 那 Blog Watcher 就讲好了，我们再去看一看有没有其他的好用的内置 skill。 可以看一下这个 Coding Agent， 它可以结合 Codex、Cloud Code 直接帮你写代码，但是理论上说它应该不只是如此，它应该是可以做 Viber Coding， 然后还可以结合 OpenCloud 让它在本地运行测试，甚至直接帮你部署啊。但是你本地要么要有 Codex， 要么已经安装了 Cloud Code， 这个挺有趣的，大家可以安装一下试一试。这里还有很多其他有趣的 skills， 比如说这个是帮你管理 Gmail 的，这个 MC Porter 是帮你管理你的 MCP 的，它甚至能直接帮你制造一个 MCP 服务。
另外，大家如果还想要得到更多的 Cloud Skills， 就去这个叫 cloudhub.ai 的地方。这 cloudhub.ai 里面有基本上各种各样免费的、付费的 skills。因为我本周的用量都已经用完了，那下次再继续。常看我视频的小伙伴知道，我视频主打的是不花钱。这一期主要讲的就是 OpenCloud 的常用实用的玩法，以及它内置的常用实用的 skills。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去试一试，请点赞订阅支持我的创作，谢谢。